你那媳妇今天不把于珍珠交出来，你们俩就离婚。我这是重生了，重生到了玲玲被送走之前。上辈子你们沈家夺我珍珠，将我赶回娘家，爹娘死了。这一次我要一点一点讨回来。你爹跟你哥出海遭了风浪，你哥腿被鱼刺洞穿，你爹没了。媳妇儿，你醒了，把鱼珍珠给娘吧。我去码头买2条鱼，给你爹守孝。没有珍珠。媳妇儿，你听见没？把珍珠给娘吧，不然娘真让咱们离婚。那就离婚。离就离，你个丧门星，赶紧滚！家里我什么都不要，只有玲玲我要带走。上一世，玲玲被沈家弄丢，我找了30年，只找到了玲玲的坟包。行，带走就带走，赶紧收拾东西滚，别脏了我家的地。阿婉，咱不离婚行不行？玲玲毕竟也是我的女儿。沈东升，晚了，要离就赶紧收拾，趁着天没黑，赶紧滚蛋！要是真离了，家里少个干活的，那小丫头长大了还能嫁出去。老婆子，我后悔了。你想离婚，得赔偿我们沈家。你害东升没个后，还白吃我家几年粮食。我还没问你们玲玲的抚养费呢，少胡搅蛮缠。哎呦，媳妇儿打婆婆了，去追呀！你是个傻子吗？大嫂，消消气，洗把脸再走。洗什么脸？把她按进去，把珍珠给我抢出来！玲玲，快去喊村长爷爷来！我能在水里呼吸，肯定是那颗珍珠。正好，索性装晕到底，让他们把恶行做绝。等沈建国来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看他们怎么抵赖。使劲来，珍珠快出来了！住手！你们要闹出人命吗？反了天了！媳妇打婆婆，没天理呀！各位乡亲评评理，我爹出海遇难，我想带女儿回去奔丧，我婆母硬说我吞了鱼珍珠，逼我交出来，一言不合就动手，还要把我按水里淹死。珍珠本就是人家姑娘自己摸的，哪有强抢的道理？人家爹刚没就这么欺负人，太缺德了！许翠花，再撒泼我就报公安了。傅安，你说这事儿想怎么解决？离婚，不仅女儿我要带走，但他们当众行凶，蓄意害我性命，300块医药费，1分都不能少。300块，你做梦！不赔也行，咱们去镇上找妇联，找公安，说说沈家蓄意谋杀儿媳的事，看谁丢得起这个人。东升，你说句话，这婚离还是不离？签字，签。你要是敢撕协议，我现在就去镇上。东升他娘，赶紧拿钱出来！钱？什么钱？我才不给！你不给，看看你们干的这些事儿，我都替你们臊得慌！拿去，拿了钱赶紧滚！这辈子别再登我沈家的门！真以为我儿子找不到其他女人了？沈东升好坏不分，懦弱无能，沈家刻薄寡恩，仗势欺人。往后你们沈家如何，与我和我女儿没有任何关系。你们想娶谁，过什么日子，全都随便。各位叔婶、大伯大娘，今天多亏大家帮衬，我福碗记在心里了。家里还有急事儿，我得赶紧回去，回头一定请大家吃糖，甜甜嘴。老李，送福万母女一程。
福丫头，给钱就是瞧不起我李大强。上辈子我狼狈的回到娘家，娘撑不住垮了，哥也没了。这一世有我在，这个家垮不了。娘，你让我死吧，我不活了。福明，你就这点出息，腿伤了就要死要活。你脸上的伤是沈东升打的，也是我现在是个废人了。阿婉，你回来了，是你婆婆打的，还是沈东升下的手？舅舅、外婆，我奶奶他们可凶了，今天还给我爸把我妈按水里，还好我练了铁头功，一头一个撞翻他们，护住我妈。娘，哥，我跟沈东升离了，玲玲归我，他们赔了300块。往后我和沈家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这好好的咋就离了？离婚是好事，要是我还站得起来，肯定冲去沈家讨个说法。回自己家总比在沈家当牛做马强。娘，赶紧找人送哥去镇上医院看腿。海里那刺不对劲，8成是魔鬼鱼，解了毒养一阵子，说不定能好。这是你保命的钱，我不能拿。是魔鬼鱼群，浪太大，我只觉腿上一疼，就动不了了。阿婉，爹是我害死的，要不是他拼命把我推上去，爹也不会被浪卷走。那是咱爹，救你是他的选择，但你要是整天躺这儿装死，爹在天上都想抽你。明啊，你好好的，娘才有奔头。你要真不想活，我白发人送黑发人也撑不下去了。快去，玲玲，你先在家陪舅舅说说话，我去海边转转，看能不能捡点螃蟹当晚饭。总比没有强。今天落大潮，这条水沟连通外海的水道早淤住了，无风水面却直冒碎波纹，底下肯定卡了鱼。看水底浑水一层一层往上翻，肯定是大鱼甩尾搅出来的泥沙，体型小的鱼造不出这动静。这是东星斑，活的东星斑。去了这么一会儿海边也没啥吧？要不今晚我打个鸡蛋汤。阿婉，你这是上哪儿抓的石斑鱼？估计是涨潮时跑进小水沟的。娘，今晚把这条鱼清蒸了，给哥补补。吃啥吃？你哥那腿正要用钱，等会儿我提去福三家卖了，能换10几块呢。哦，你爹就是想多赚钱还债，才出那么勤。娘，有我在，哥一定会好起来。镇上不行去县里，县里不行去市里。对了，今天沈建国帮忙给镇医院打了电话，说刚好有个研究鱼刺毒的医生在镇上，明天会来给你哥瞧瞧。只是这专家出诊费要50块，加上买药估计得100来块。阿婉，这算你哥借你的。娘，你说啥呢？要是钱能让哥站起来，几千块我也想法子赚出来。娘，明天我要下海去。下海？啥下海？那出海吧，好听点儿。不准去！你爹头七都没过，你就要出海？一个女孩子家，不准去！阿婉啊，你爹尸骨都没回来，海水那么冷，你爹还不知道漂哪儿，现在你又要出海，这不是要我老婆子的命吗？娘，你信我，我绝对不会出事的。不瞒你说，我是死过一回的人了。阿婉啊，你爹尸骨都没回来，
海水那么冷，你爹还不知道漂哪儿，现在你又要出海，这不是要我老婆子的命吗？娘，你信我，我绝对不会出事的。不瞒你说，我是死过一回的人了。现在回了家，我只想把日子过好。娘，哥，我今天得了一颗珍珠，不小心吞了。后来我就发现，我跟鱼一样，在水里也能自由呼吸。啥珍珠？那玩意儿吃不得噎死？阿婉，你没事吧？我信你，你给我看看，每20分钟你不准出海。那你们瞧好了。快擦擦脸。阿明，你这表准的吧？哥，娘，这回信我了吧？要不是娘叫我，我能再憋一整夜。可把你能的。娘，之前爹不是留了件胶衣在箱子里吗？拿给小妹试试。胶衣？家里还有这东西？这衣服是你爹祖上传下来的，据说是鲸鱼皮做的，本来是传女孩子的。你结婚那会儿，你爹想给你，又看你婆婆厉害，这不就是简易潜水服吗？爹，你可真是解了我的大难题。就算你有本事，海里东西多，你也得小心，魔鬼鱼的刺、狮子鱼的刺都要躲。娘，你放心，我都知道，有了这胶衣，我下海就更方便了。你就让我去吧。那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阿婉，你这是去哪儿？准备把渔网卖了？我出海打鱼去。打鱼？你一个女娃子出什么海？胡闹！婉丫头啊，家里缺钱，可以问我们乡里乡亲借，再不济把船卖了也能换几个钱。你爹刚出事你就往海里跑，你要是再出事你娘还活不活了？大叔，我从小在海边长大，潜水本事是孩子们里头第一的。您放心，我惜命着呢。福婉，这船你摇得动不？阿婉不愧是我们老福家出来的闺女，这叫巾帼不让须眉。这姑娘真是厉害呀！就是，咱们渔村的骄傲。娘，你咋来了？阿婉，日落之前，娘在码头等你。哎，知道了，娘。行了，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，重生后头一回下海，可别让我失望。这感觉真不赖。龙虾藏身都爱选这种背风避光的礁洞，洞口会残留细碎虾粪、刮落的珊瑚碎屑，这里痕迹很重，里头肯定又藏货。这龙虾警惕性还挺高，不能猛伸手惊走它。是小青龙，少说得2、3斤。幼虾不能抓，留着繁育才能有长久收成。发财了，这么多东星斑。饿死了，早上那饼子早没了，再打2条就收工。唉，还得是我。
中午了，我在底下待了快3个钟头。这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打鱼啊！这也太多了，重生后第1网，满意。我就说女人家出不了海吧，摇个船都费劲，还想打鱼？这趟出去油钱都赚不回来，纯糟蹋东西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阿婉从小水性就好，水性好有啥用？打鱼靠的是本事，不是瞎扑腾。等着看吧，顶多捞半仓小杂鱼。婉丫头，收获咋样？娘，还不错。还不错，怕是不好意思说吧。我跟你说，这海里的门道深着呢，你一个女娃……哇！沙丁鱼不值钱，但量大。嚯，这么多石斑，东星斑、老虎斑，还有青龙虾。婉丫头，你头回出海就捞这么多？这得有几10斤石斑吧？运气太好了，福家这是要翻身了。这不可能啊！强子，你刚才说啥来着？油钱都赚不回来，你瞅瞅这一仓石斑，顶你跑3趟。不就是运气好吗？有啥了不起？娘，这些咱自己留着吃，给哥和玲玲补补。婉丫头，咱自家人，叔不坑你。沙丁鱼5毛1斤，东星斑3块，老虎斑10块5，白虾5毛，这些杂七杂八算5块，加上昨天你娘那条东星斑卖的12块，一共133块。你点一下。婶子，空手来，这1块钱你买点红糖甜甜嘴。哎呦，你这孩子客气啥？快拿回去。您就收着吧。三叔三婶儿晚上来家吃饭啊，我让我娘炒几个好菜。出一趟海就入账100多块，以前在沈家手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钱？这么多，阿婉，这真是你一趟赚的。娘，你收好，哥的腿咱有钱治了。对了，白医生今天来了，给你哥看了腿，敷了药。白医生怎么说？那白医生是个好人，出诊费没要，只说想让我们帮忙搞一根魔鬼鱼的刺，他要做研究。魔鬼鱼刺？我今天在码头看了，别说刺了，魔鬼鱼都没见着。没事儿，包在我身上，下次出海我留意着。小翠、阿婉，通知一下，今晚到后半夜估计有暴风雨，关好门窗，没事别出海啊。知道了，村长。暴风雨，这种天气过后，海边往往有好货，而且白医生要的魔鬼鱼刺，娘，风雨小了，海边肯定有货，要去，娘跟你一起。王嫂，这浪太急太险，太危险了！阿婉，浪太大了！娘，救人要紧。
恩大德我记一辈子，以后但凡用得上我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。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应该的。娘，来都来了，去前面海沟看看，风暴后礁石区肯定有货，顺便找找白医生要的魔鬼鱼刺。阿婉，你看，正找着呢。白医生做研究够用了，别伤他性命。这么大的鲍鱼，嫂子，你们这是捅了鲍鱼窝啊？大的3块5，小的2块，一共233块。镇上饭店抢着要，这品相好久没见着了。麻烦你了，老三。对了，回头帮我带20斤白面，2斤排骨。昨天我闺女的事儿，多谢你们了。哎，你等等，哎呦，不用客气。小翠，昨晚亮子也跟着你们沾光，在旁边礁石区撬了小半桶鲍鱼，卖了不少钱。这点东西你们务必收下。拿着拿着，不行不行，这多不好意思。江婶儿，别，给你就收着，还跟你江婶见外吗？娘，加上之前的，咱家存款快1200了。哥的腿，咱们能请最好的医生，用最好的药。这日子总算有奔头了。亲事黄了，我闺女不能嫁个摊子，彩礼我退50%，这事儿就算了了。站住！66的彩礼你退50%，还张口闭口摊子的，谁给你的脸？本来就是，你哥都废了，还想娶媳妇儿？退，必须退！我福明就是一辈子站不起来，也不娶你家这种嫌贫爱富的媳妇儿。既然两家都决定退亲，那彩礼该退多少就是多少。徐大婶儿，这是你不讲理了啊！是啊，村长说的对，哪有贪人家彩礼的道理？是啊，退就退，我还差你16块吗？我服晚，以后靠海吃饭，靠本事立身，谁也别想再作践我们一家人。弃女服晚，乐捐香火100元，妈祖娘娘保佑平安丰收。我的天，100块！这谁家闺女这么阔气？好像是福家村的，听说刚离婚，这就发财啦。阿婉，你捐100啊？婶子，我得了机缘，赚了钱，全靠妈祖保佑，捐100，求家人平安。哼，什么赚的钱？只怕是从我们沈家讹来的吧？我当哪里的狗在乱叫？原来是沈家的。看看，100块眼睛都不眨，还穿新衣，花的都是我们沈家的钱。媳妇儿，妈祖面前少说2句。
我的，你才不配吃。没事吧？这是我给我闺女买的东西，立刻还给她，跟她道歉。妈妈，你跟我说过，别人要是欺负我，我就要还回去，是不是？哼！你们害我，把我推倒摔伤，必须赔钱。是你儿子先抢堂推人，我闺女还手，你自己扑过来磕的。我不管，赔钱，不然爹想走。那就报公安吧，让公安同志来断。事情清楚了，沈光宗抢东西推人在先，沈玲玲打人，但事出有因。徐昭兰是你自己摔倒。这样，福安同志，你家孩子毕竟打了人，赔2块钱医药费，这事儿就算了，行吗？行，我们认罚。公安叔叔，我打人不对，我赔钱。我以后不随便打人了，除非沈光族先打我。2块钱不够，我要20。你要不要？不要就互相道歉，钱还回去。妈妈，我今天是不是做错了？我不该打人，还赔了钱。玲玲，你保护自己没错，但妈妈教你，拳头不能解决所有问题，有时候用脑子更好。今天你打了沈光宗，我们虽然赔了钱，但如果下次有人要害你命，你要记住，该出手的时候绝不能手软。娘，你看看，牙没了，都是福婉那个小贱人害的，还有玲玲那个小屁孩，穿新衣裳，吃糖人，兜里还有钱，那都是我们沈家的钱。动手！娘，去，明天就去福家村把你闺女接回来。她现在是棵摇钱树，她兜里的钱都得拿回来。爸爸，这丫头在福家过得挺好。东升，快领她离开，福婉回来就来不及了。玲玲，跟爸回家。救命啊！高赔了，有坏人！沈东升，当我死的吗？都别过来！我带我闺女回家，天经地义。沈东升，你想干啥？把刀放下！阿婉，你回来了，跟我回去吧，咱不离婚了。你做梦！把刀放下，滚出去！我不！你要不跟我回去，我就……无法无天，光天化日持刀闯民宅，抢孩子，还动手打人。阿婉，你说咋办？他手腕没事儿，
就是擦破点皮。倒是福明兄弟这双腿得再看看。婉丫头，你上次说的那个魔鬼鱼刺，我已经找到了。好，这下我可以好好研究了。沈东升今天能顺利翻墙进院，肯定是王招娣母女暗中带路望风报信。王招娣，刚才沈东升翻墙进我家闹事，是你偷偷给他指路，放风带路。你帮着外人抢我闺女，欺负自家人，这笔账今天必须算清。哎呦，我心脏疼，我是家里长辈，你敢跟我算账？你要逼死我是不是？心脏在左边，你捂右边，装病也不装像一点。当年你偏心二房，故意把我娘推下海，差点淹死她，旧账没算。今天你侄女帮沈家恶人抢孩子，恐吓老人幼童，新账叠加旧账。我当年差点淹死在海里，你转头就对外说我活该。这么多年，你从没把我们大房当人看。我可是知道当年的事情，这王老太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好人，现在又帮人家抢女儿，真是坏事做尽。婉丫头可不是好欺负的，这下遇上硬骨头了吧？事情明明白白，王招娣包庇纵容闹事者，私带外人进村扰民，入室恐吓幼童老人，害得玲玲受惊大哭，罚你赔款10块，专门给沈玲玲压惊，补偿福家精神损失。10块，这是讹人，凭什么我们赔？不赔是吧？行，年底你家公粮扣15斤，村里所有福利分红全部取消，以后村里任何集体好处，你们王家一份别想占。拿去。没有诚心道歉，这钱我们不收。对不起。我福婉离婚过日子，不求人，不惹事。但谁要是敢勾结外人，上门欺负我家人，旧账新账我一笔一笔算到底。还是阿婉硬气啊！福家出了个好闺女。就是被欺负到头上了都，就是得硬气。秀儿婶子，买20个大西瓜，切好分给全村老少解暑。王家罚的钱，今天全村一起沾光。阿婉就是格局大，人仗义，还让大家伙都沾光。娘，大哥被抓了，公安说要赔50块罚款才能放人。又是沈家的，来干嘛？徐翠花，你还敢来？快点，跟我回去！带剪刀，想杀人啊！持械行凶，罪加一等，再闹，把你们也送派出所。还有，医院刚打电话，你孙子沈光宗玩闹掉进水母堆，全身肿了，送医院了。什么？哈哈哈，全部高价出清，一共240多，跟着你干，稳赚不亏。风雨过后，远海必有好货。正是攒本金的最好窗口期。亮子哥，早点休整，明天凌晨准时跟我出海。好，我准时备好东西。
今天鱼群怎么这么稀少？虎鲸，他们冲过来了！我引开他们，你稳住船。别动，我帮你弄掉。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！又来了！他们是在报恩。以后可不要再受伤了，就给你取名叫富贵吧。小海龟，你想带我去哪儿？阿亮哥，跟上海龟，就这儿，撒网。发了，是金鲳！阿亮哥，快来帮忙，好沉啊！白鲳，全是白鲳啊！阿婉，去把地笼收了吧。我这手气，看我的！嘿，这个沉。蛇，海蛇！阿婉，你看清楚，是白鳝，值钱的好东西。吓死我了，还真是白鳝。阿婉，你这运气，我真服了。妈祖娘娘是你亲姑吧？来来吧，来好，来。我的天，这么多白鲳，还有魔鬼鱼，那刺看着就吓人。女人出什么海，浪费油钱，船让给我家扶墙，打了鱼分你几条多好。二婶，我出海看风景，也比你儿子整天打牌强。白鳝，好几十年没见这么好的货了。白鳝，给我留2条，我老伴儿病了，就想吃这一口。三叔，捞2条大的给福大爷，算我送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晚丫头敞亮。咦，沈东升，我得想个办法整一整这福碗。哟，
东升来了，来接福婉和你闺女啊？嗯，对。要我说，你闺女在福家现在可享福了，吃香喝辣，穿新衣，那小布包里说不定还揣着钱呢。你才是她亲爹，孩子跟你姓沈，他兜里的钱不该给你这个当爹的，把人接回去，天经地义。妈妈，这是啥呀？好多。是生蚝，玲玲，晚上妈妈给你蒸蒜蓉生蚝，可鲜了。哥，尝尝，鲜不鲜？咦，有硬东西。珍珠，生蚝里出珍珠了。这么大的珍珠，还是粉色的，得值多少钱啊？娘，咱们明天就去县里把它卖了。娘，我的大孙子还在医院躺着呢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呀！二哥，给福婉点教训，做得干净点儿。快点儿，把柴油抽出来，灌点海水进去。赖子，这不太好吧？油箱进水，发动机不得坏啊？怕啥？县里沈干事说了，得给他加点教训。咱抽了油卖钱，灌了水让他船开不了，一举两得。六指，你先走，3个人目标太大。好嘞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么多银元，谁扔这儿的？累坏了吧？快去洗洗，锅里给你留着热水呢。娘，你看我在海里捡着啥了？这声儿不对，重量和响动都不对。这花纹做的像真的，可东西像是民国25年，1935年护城闹得满城风雨的那批假大洋。阿婉，这东西分量不对，做的是像真的，可掂在手里轻飘飘的，敲起来声音也发闷，是假货。三叔，你见多识广，
是不是1935年护城那批假大洋？像，那批假大洋坑了不少人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海里捡的，还有好几箱。阿婉，还有个事儿，今天我去镇上，被镇上管事的人叫去了，话里话外让我别收你的渔获，说不然有麻烦。我打听了一下，是你前夫家老三沈国良在镇上管事，是他指使的。沈国良手伸得真长，三叔，这事儿你别为难，他们要针对就冲我来。我有什么好怕的？这群人不过是秋后蚂蚱，蹦跶不了几天。我就是担心你。三叔，这是生蚝里开出的珍珠，麻烦你帮我找个靠谱的买家卖了。另外，三婶儿，这个你留着，打个坠子戴。哎呦，阿婉，这可不行，这么贵的东西，你三叔帮你是应该的，哪能要这个？对，你收回去，不然三叔可生气了。阿婉，拿个西瓜回去吃。谢谢婶子。婶子，我家昨天打了条大鱼，等会儿我给你割块肉，给青姐补补。三叔怎么说？那银元是假的，而且沈国良动用镇上的关系，想让三叔别收咱家货，想断咱家的路。那怎么办？娘，假的真不了，真的假不了。这银元的事，我看不能瞒，也没法瞒。明天我就跟三叔去县里，把珍珠卖了，顺便带哥去复查腿。这银元的事儿也得有个说法。我总觉得这批假大洋沉在这儿，没那么简单。小的15，中的25，大的35，18颗，一共430块。冯老板，再帮看看这个。假的，工艺是民国高仿，但分量不对。丫头，这东西哪儿来的？海里捞的，还有不少。我怀疑是35年那批假币。这事儿不小。这银元我先留下，托人问问搞历史的专家，要是真是那批，有研究价值。那就拜托冯老板了。需要我带路打捞，随时到福家村找我。哪儿来的瘸子？一身鱼腥味儿，脏死了。同志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请你再说一遍。我说什么了？医院是看病的地方，你们一身味儿还有理了？我们是来看病的病人，你身为护士，不服务病人，还出口伤人，这就是你们医院的态度。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我去看看。医生，快叫刘医生、赵医生，109床病人醒了。爹，真的是你，你还活着。爹，你没死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同志，你身体没啥大问题了，恢复的不错，今天就能出院，真是奇迹。阿婉，这些年
你吃苦了吧？爹，我过得挺好。我说的是上辈子那些年。我知道你是从上辈子回来的，因为我也是。我死后了，魂儿没散，眼睁睁看着儿子腿伤自责上吊，老伴儿喝药跟着走，女儿被休回娘家，找外孙女跑断腿，最后一个人死在医院。爹没用啊，看着你们遭罪，却啥也干不了，对不起你们。我这辈子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我闺女有本事，比爹强。闺女，爹回来了，这辈子咱爷儿俩一块儿，谁也别想欺负咱家。大哥，你不是……三叔，我爸没事儿，医院给救回来了。不信你摸摸我爸的手。大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嫂子都快哭瞎眼了。你是小翠，我回来了。你这傻子，你还知道回来？我以为你死了，我都给你调元宝了。大哥，鬼啊！儿子，有鬼！你大伯的鬼魂来找我们了！全村注意，有人偷了村民家船上的柴油，还往油箱里灌水，性质极其恶劣。我们已经掌握线索，敦促作案的人赶紧来自首。要是等公安上门，那就不是赔钱能了的事儿了。强哥，广播里说的是不是咱干的？别慌，又没点名道姓。已经有知情人来反映情况了，奉劝剩下的别等我们挨家挨户去查。完了，肯定是赖子那孙子把咱卖了。他今早还跟沈建国说笑呢。狗日的赖子，走，找他算账去。赖子，你他妈敢出卖我们！啊！你疯了！我出卖啥了？不是你跟村长告密，村长能知道的那么清楚，还给你倒水喝。这水是村长给门口所有人倒的，你们自己看。富强，你干什么？无法无天了是不是？沈建国，你别听赖子胡说，偷柴油是我放风，锁是赖子撬的，水是六指灌的，要抓一起抓。好家伙，自己全招了。富强，你真是好样的！来人，把他们3个都给我捆了。阿婉，别管这几个小兔崽子了，有天大的好事儿，县里和市里的专家后天就要来咱们村，点名要见你。福婉同志，别紧张，我们这次来就是想问问你发现那些海底银元的事儿。
事情就是这样。我没提自己能在水下呼吸，这玩意儿说出去也没人信吧？一个女同志胆子大，心又细，发现可疑东西没藏没拿，第一时间就上报了，觉悟真高。福婉同志，我们初步查了资料，结合历史档案，基本能确定你发现的这批银元，就是1935年那起假币案里失踪的赃物，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。组织上决定打捞这批银元，但海底情况复杂，定位难。我们这次来，除了调研，还有个重要任务，就是请你当这次打捞的向导和定位员，只有你最熟那片海。哎呀，这是好事儿啊！我妹妹有本事。阿婉，这是国家交给你的任务，是光荣啊！闺女，好好干，给咱老福家，给福家村争口气。小海龟，这次还得靠你帮个忙。阿婉，明天我跟你去，我给你开船，打下手。海上可不比平时，跟着专家船更得小心。这衣服够不够厚？吃的带足了没？行了，孩子是去办正事儿，有国家的人在，你瞎操什么心？阿婉，我刚从县里回来，听到点风声，沈国良在县里这2天坐立不安的，好像特别关心咱们村专家来的事儿。他心虚了，看来这批银元水比我们想的还深。你明天千万小心，海上什么事都可能发生。知道你常下海赶潮，特意配的防晕船药，华商消炎膏，海水腐蚀性强，碰破一点都容易发炎。下海千万当心，别总只顾着埋头找海货，伤了自己没人照料。麻烦你费心了。顺路而已，往后要是身上不舒服，或者出海磕碰受伤，直接去卫生室找我，不用硬扛。好。明天带我们去找那些箱子，好吗？这事儿很重要，拜托你了。阿婉、亮子，注意安全啊！就是这儿了，我下去带路。成了，快，小心挪过来！糟了，发动机出问题了，油路好像堵了。上次偷油灌水留下的脏东西没清干净，现在彻底堵死了。减速靠近！阿婉，油路堵了，可能是上次灌水留下的脏东西。同志，什么情况？需要帮忙吗？阿亮哥，快检查柴油滤熏器，清理一下。好了。
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小毛病，搞定了，能继续打捞。没错，就是这批，仿得挺像，但重量不对，敲起来声音也假。记下箱体上的标记和编号，这对查来源很重要。福婉同志，福亮同志，这次打捞能成，全靠你们勇敢又配合。我代表工作组，谢谢你们，也谢谢乡亲们支持。丫头，有句话得提醒你，这批银元从箱体标记和沉船位置看，来路恐怕不简单。正常运输不该走这片海，很可能是有人中途动手脚，故意沉在这儿的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专家提醒。乡亲们，这次银元打捞，咱福家村的福婉干得漂亮，市县专家都夸他，给咱村争了大光。妈妈是英雄，我长大也要跟你一样。阿婉，等我腿好了，我也跟你出海。好啊，都好。咱家这日子一天比一天有奔头。钱是越赚越多了，可出海这行终究不稳当。风浪难料不说，近来事情一桩接一桩，有人盯着海里的货，也有人盯着海里的秘密。总靠下海捞货太被动，不能一直这么赌运气。我家老大就是一时糊涂犯了错，现在就差一纸谅解书就能放人，就因为福老大不肯松口，我儿子还得在里面受罪。都是一家人，哪有记仇记这么死的？福老大也太狠心了，说白了就是看不起我们二房，故意拿捏我们。今天必须让村长出面，逼福老大把谅解书写了。当初是福强动手伤人在先，人家不追究就不错了，哪有逼着别人写谅解书的道理？自己孩子犯错不反思悔改，反倒上门道德绑架，太不讲理了！闭嘴！自家亲戚不帮自家算什么亲人？今天村长必须给我做主！福老二，你又在村口胡闹，全村就你家事情最多。闹够了没有？我只是让你写个谅解书，把阿强放出来，有错吗？他动手伤人，触犯规矩，犯错就要受罚。我凭什么替他写谅解书？你教孩子横行霸道，如今闯了祸，反倒来逼我兜底。我的天，这是下佛胆了！福老二，当众闹事，无理取闹，败坏村里风气。你再敢胡搅蛮缠，我直接上报镇上，把你全家移除本村户籍。刚才村口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老二一家实在蛮横。惯子如杀子，他们一味溺爱纵容，如今闯了祸只会怨别人，谁也救不了他们。做错事就要承担后果，规矩人情不能混为一谈。谅解书不写是对的，一旦妥协，他们只会得寸进尺。我也是这个意思。日子是自己过的，我们守好自家本分，踏实过日子就好，不必为旁人的错内耗。妈妈，等风过去了，是不是海边就有好多鱼？是啊，风浪越大，海滩上的好东西越多。这么大的风雨，海边肯定有不少好东西被冲上来。爹娘，你们这是干嘛？你爹也是老渔民了，这么大的风浪，海边肯定有货。我也要去赶海，
那就一起去。快，我们分头行动。阿婉，这里好多八爪。娘，你这妮子还取笑我！娘，这个不能吃。怎么了？这叫蓝环章鱼，是剧毒生物，一只就能要20多个人的命。天地良心，还好没卖出去。老鼠斑，这可是石斑鱼中的极品。娘，你看，我抓到一条老虎斑。不错。老鼠斑！我操，还真是老鼠斑！阿婉，你可真厉害。一般般啦，就是运气好那么一点点。娘，要不我这条老虎斑也留下来自己吃吧。吃！这阵子你妹妹打的鱼你少吃了，卖了存钱给你娶媳妇儿不好吗？娘，哥哥想吃就让他吃呗，不就一条老虎斑吗？值不了几个钱。你看看你这个巴掌，你想吃吗？娘说的对，老虎斑刺太多了，我一点都不想吃。大哥，今天咋是你送来？大哥，今天咋是你送来？老三，你看看这些东西，赶紧称完，我跟你嫂好早点回去。这章鱼倒是少有这么多的，这是把章鱼窝给端了。哎呦，还有石斑呢！石斑？哪里呢？我操，这是老鼠斑！大哥，有件事儿，之前县里有人带话，不让我收婉丫头家的鱼。还有这种事儿？没事儿，这事儿我能处理。是沈国良在背后搞的鬼吧？就是他，托了县供销社的人传的话，我没搭理。咱自家人的生意还能让外人拿捏了？老鼠斑3斤6两，25一斤，刚好90；章鱼28斤6两，2块3一斤，61块1毛；青蟹5斤6两，6块7毛；蛤蜊3块，总共165块6毛，我给凑个166，吉利。当家的，这沈家你准备怎么办？我记得有个兄弟之前跟我说过，政府大楼门口是有举报箱的，沈家老三有老婆还搞破鞋，还滥用职权打压商户，我打算写个举报信去。这事儿能成吗？自古官官相护，我不干没把握的事儿。爹，起来，用左手帮我写封举报信，别落咱家人的名字，匿名寄出去。阿婉，你这老是下水，对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影响？什么影响？你月事正常不？肚子会不会痛？经常下海在水里泡着，女人受不了。我这个月还没来呢，而且我穿着胶衣，不碍事。阿婉，你还年轻，往后日子还长，有没有想过再找一个靠谱的人？好像也就白医生是真心待我，处处惦记护着我的人，但我不想耽误他。娘，我现在没这个想法，而且当时生玲玲的时候，医生就说了我伤了身体，不能再生了。我苦命的闺女，这天杀的沈家啊！娘，我在家里挺好的，自己赚的钱我跟玲玲都能用上，在沈家我当牛做马，玲玲连肉末星子都看不着。妈妈，你们昨天赶海都不叫我。
你乖一点，等下午我们出海玩去。真的？玲玲跟我在家里吧，去海上不安全。娘，今天你也去，大家都看着，不会出事儿的。再说了，跟他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都能游水了。你那个时候跟他怎么能比呢？娘，我们出去玩玩吧，好不容易一家人都可以出去，船又不是装不下。再说了，没准到时候大收获，你就不想亲自去试试吗？狗娃，出海去啊！爹，喊你呢，你咋不应？我带孩子们出海玩玩去。这么多人出海，小心回头一个浪打过去，全折海里去。不会说话你就闭嘴！难怪你亲儿子也要跟你断亲！呸！大伯，让我开会儿呗，我知道个好地方，我都1个月没摸舵了。去，理饵料去，谁有我想开？阿婉，这个章鱼是做什么的？做饵料的。阿婉，你在哪儿学的章鱼还能钓鱼？对呀，我可没瞧见过有人拿章鱼做钓饵的。婶子，你们得相信阿婉，她出手就不会空手回去。还是阿亮哥有眼光。妈妈，你看那里是什么？等着，我去拿袋子。这海胆可是会蛰人的，等会儿扎你一手刺，你怕不怕？我不怕，我有手套。你在这儿待着，不准去抓海胆。妈妈，快来，这里有鱼！沈玲玲，别离海边太近了。哪儿来的红斑鱼啊？妈妈，我厉害不厉害？厉害！这红斑鱼可好吃了，等拿回去妈妈蒸给你吃。走。这么大的高青，镇上饭店收价极高，今天运气绝了。爹娘，阿婉，你们猜我们钓到什么鱼了？哎呦我操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大青蟹啊，舅舅，这是我妈妈抓的。阿婉，可以啊你！天色晚了，赶紧把东西运上船，回去了。两位哥，你们这收获也不少啊。这是海狼！我的乖乖，你们怎么还叼到海狼了？那也不看看我是谁，什么海狼鱼，轻松拿下。是阿婉的章鱼饵钓的，有条鱼吃了饵，这海狼咬了那鱼吞了钩，一个劲儿就往下拖。要不是我跟阿明轮番溜，只怕都要被他扯断线跑了。章鱼饵还真能钓到鱼，可不是嘛？这几个大点的红鳍钓就是拿章鱼饵钓上来的。娘，这下你相信我的吧？还是你聪明。今晚回去，娘给你拿海胆蒸鸡蛋吃。袋子，是我一直想吃的袋子。当家的，要不你撒网吧？撒网就撒网。媳妇儿，快来！
不是沈东升吗？最近天天在村里晃悠，还能为啥？看阿婉日子过红火了，想回头占便宜呗。当初是他自己作死离婚，现在后悔有屁用？恢复得很好，再过2月就能跟正常人一样干活了。真的，多谢白医生，真是多亏了你。不用谢，也是你自己底子好，配合治疗。对了，县渔政局最近想招几个熟悉临海海域的兼职顾问，不用坐班，有考察任务才出动，待遇还不错。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你了。我一个渔民能行吗？这片海域没人比你更熟，你要是愿意，后续手续我帮你跑。这事儿我跟家里人商量下，过2天给你答复。阿婉，镇上鱼站收杂鱼，价格给的高，你们家那么多货，不如卖给我，我帮你们拉去，省得你们跑。不用麻烦你了，我们跟福三合作的好好的。福三给你们什么价？我多加1毛。你安的什么心我清楚，当初偷柴油的事儿还没跟你算清楚，少来我家献殷勤。你别血口喷人！滚出去！再登我家门，直接打断你的腿！哥，你就这么点出息，天天蹲人家村口有什么用？那你说怎么办？他现在油盐不进，钱也有了，人也硬气，软的不行，来硬的。他不是看中他闺女和他哥吗？你找个机会把玲玲接回来，不信他不低头。等他服软了，家里的钱不都是你的？这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那是你亲闺女，你接回家天经地义。等她跟你复婚了，她那一身下海的本事，还不是给咱们沈家赚钱？阿婉，沈家最近不老实，你出门带着玲玲多当心。爹，你放心，我有数。沈国良现在自身难保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沈家想跟我斗，没那么容易。阿婉，这是啥？章鱼陷阱，把竹筒用细麻绳串起来，沉到海底，章鱼会钻进去，比空手抓效率高多了。阿婉，你家门口。阿婉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改，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咱们复婚，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你给我滚，别脏了我家门口。你不原谅我，我就不起来。东升哥，你干什么？他不值得你这样。不许欺负我妈妈！小白叔叔。好啊，福婉，我说你怎么不肯原谅我？原来是攀上高枝了。你看看你这样子，又老又丑，还有你旁边那个娘，你说说我看上你啥？看上你愚孝，还是看上你会打媳妇儿，还是看上你家会卖孩子？沈东升，你再不滚，我今天打断你的腿！阿婉，要不你考虑考虑我？你胡说什么？福婉同志，感谢你为国家文物保护工作做出的贡献，这是市里文物局和渔政局联合颁发的嘉奖令。谢谢领导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阿婉，县里刘老板要一批小青龙，价格好商量，你有路子吗？三叔放心，今晚我就去抓。这小家伙怎么不怕人？这是金子，这么多，他居然在帮我。
藏好，这是你和孩子们以后保命的底牌，别对外声张。嗯。雨后螃蟹爱出来透气，今天咱们多抓点儿。少说有100斤了，今天大丰收。你干嘛？我倒想问你干嘛呢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偷了？这螃蟹写你名字了。你敢不敢对着妈祖发誓，说没偷我家螃蟹？怎么了？没事，一只老鼠而已。哥，快来，这边有好东西。来了。等着瞧，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现在福家越来越红火，我根本近不了身。硬的不行来阴的。我听说他最近经常夜里出海，咱们找几个人，半路上劫他的船，抢他的渔获，看他还怎么嚣张。县里来通知了，沈国良的举报查实了，生活作风糜烂，滥用职权打压商户，已经被停职立案调查，官帽子彻底摘了。真是恶有恶报，也算给乡里除了个祸害。还有个好事儿，镇上准备扩大水产收购点，选咱们村做试点，优先收你们互助组的货。阿婉，你要是愿意，以后就是咱们村的水产带头人，带着乡亲们一起干。谢谢村长信任，我肯定好好干，绝不拖村里后腿。这2月算下来，抛去成本和给大伙儿分的，咱们家存了快4000块了。这么多，那咱们是不是能换艘新船了？旧船马力小，跑不远，总耽误事儿。我正想说这事儿，福三打听了一艘2手渔船，7、8成新，柴油机刚换的，仓位也大，要价4200。买。有了新船，咱们能去更远的禁渔区边缘，渔获品质和数量都能上一个台阶，赚得更多。行，买。日子本来就是越过越有奔头，该添置的就得添置。这船才用了2年，柴油机是进口的，省油劲儿大，跑远海都稳当。渔网、锚链全套送你们。阿婉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错，钢板厚，动力足，值这个价。老三，成交，明天就办过户手续。妈妈，这是我们的船吗？好大呀！对，这是我们的船，叫00号。00号出发啦，去抓好多好多大鱼。这丫头比他妈还野，随他妈呗。哥，往右边偏一点，那片水颜色深，水底下有暗礁，鱼群都聚在那儿。好嘞，下网。下。中了，中了，全是大鱼。阿婉，你这眼睛比探鱼器还准。这日子总算熬出头了，但总觉得这片海还有更多东西等着我。听说了吗？县里要来外资考察团，
说是搞什么海洋水产合作的，樱花国人来的，排场大着呢。樱花国人跑咱们这小渔村来干嘛？好好的海别给霍霍了。谁知道呢？说是看上咱们这片海的水产资源了，还是县里领导牵的线，听说要投好多钱建养殖场。嗨，跟咱们没关系，人家是找当官的，咱们老百姓就好好打自己的鱼。樱花国考察团好端端的不去大港口，跑这偏僻渔村来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阿婉，正好找你，县里下通知了，过几天有个樱花国的水产考察团过来，想找本地熟悉海域的渔民带路，报酬给的老高了，1天50块，县里第一个就推荐了你。樱花国人的考察团，他们具体要考察什么？路线定了吗？说是看看咱们这边的珍稀水产，谈长期收购合作，具体路线没说。人家是外商，县里挺重视的，特意交代要好好配合。我没兴趣，我就想好好打我的鱼，不想掺和这些官方往来。行，那我就帮你回了，反正外商也不见得靠谱。真要是普通水产合作，何必大老远跑到这连公路都没修通的渔村来？这片岛周围水深，水流稳，适合养石斑，就是偏了点儿，运输麻烦。偏才好，没人抢地方，水质也干净。等咱们把养殖搞起来，就不用天天出海冒险了，稳当。爹，你看那些鸟。金丝燕，这地方居然有金丝燕！燕窝。这么多燕窝，咱们这是撞大运了。爹，这些都是上等金丝燕，能卖大钱。我年轻时候跑远海，听说过有燕窝岛，没想到就是这儿。咱们老夫家真是时来运转了。阿婉，咱们发财了，这一带顶咱们打半年鱼。不能全采完，得留着金丝燕继续筑巢，细水长流才能长久。爹，该回去了，这事儿别对外声张，免得引来麻烦。我懂，财不露白的道理，爹懂。这是老天爷赏饭吃，但也不能贪多，守着这片海。就得守着规矩，才能吃一辈子。这是上好的白燕啊，展型完整，毛又少，多少年没见过这么好的货了。老哥，这燕窝还有多少？我全收了，价格绝对公道。都在袋子里。12斤6两，一年只能采个1、2次，不能多采，得留着鸟繁殖。6块1克，有多少收多少。以后有货你只管往我这儿送，我一分不压你的价。6块1克，一斤就是3000块，这一袋就得3万多。37800，活了2辈子，从没见过这么多钱。阿婉，阿婉，玲玲不见了，我找遍了整个村子都找不到。玲玲不见了，我找遍了整个村子都找不到。多久了？
1个多小时了，他说去红红家玩，可红红今天根本没在家。别着急，我们分开去找。村长，快广播，我女儿不见了！全体村民注意，扶老大家的孙女沈玲玲不见了，有看到的赶紧来村委会报告。玲玲，你不能有事。上辈子你就被沈家卖进深山，这辈子我好不容易带你出来。9、0，这是玲玲的字，她练名字时总是少写一笔。我孙女在哪儿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女儿在哪里？我说，是沈国良，他用布捂住沈玲玲的口鼻，把人带走了。带去哪里了？我不知道，他只说要把人卖到深山里去，坐今晚的火车走。沈国良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叫什么叫？我家国良不在。跟国良把我家玲玲拐哪去了？你血口喷人！我家国良是吃公家饭的。别乱来！大伯娘，你是不是来找玲玲的？三叔说要卖她去深山老林，让她永远见不到你们。闭嘴吧你！教出这么丧良心的儿子！阿婉，玲玲找到了，在火车上被人救下来了。玲玲，这孩子睡得也太沉了，不对劲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同志，我帮你看着孩子，你去换身衣服吧。别动，老实点！你们干什么？为什么抓我？小白叔叔，你怎么被人拐走了？我在树底下玩，有个叔叔叫我去他家，我不去，然后有人拿臭抹布捂住我的嘴巴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妈妈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事了，妈妈在。小白，怎么是你救了玲玲？婶子，正好碰上了。沈国良已经被刑拘了，拐卖儿童证据确凿，跑不了。还有件事儿，县里最近来了樱花国考察团，领头的叫酒井雄，背景不简单，你们多当心。当家的，你觉得小白咋样？啥咋样？挺好的小伙子，正直有本事。那你说他跟咱阿婉配不配？我看他对玲玲是真心好，对阿婉也上心。阿婉带着孩子还离过婚。白医生长得精神，工作又好，正经大学生，人家未必看得上阿婉，但阿婉现在这样也挺好。他想找就听他的，不想找咱就养着他和玲玲，又不是养不起。话是这么说，可女人家总得有个知冷知热的人。阿婉上辈子苦，这辈子总得有个人疼她。
喂，找你的，县渔政局的赵刚。喂，你好，傅婉同志，听说你闺女找回来了，吉人自有天相啊！多谢领导帮忙联系公安。跟你说个事儿，沈国良的案子证据确凿，加上之前滥用职权的事儿，肯定重判。另外，渔政局的兼职顾问，你再考虑考虑，待遇真的不错。不了，领导，我就爱在海上待着，坐办公室不习惯。行吧，人各有志，以后出海有需要帮忙的，你尽管说。那就拜托领导帮我跟公安局说一声，拐卖我闺女的人必须重判。沈家的账总算清了一笔，但那个樱花国考察团总觉得没那么简单，山雨欲来啊！这片海，我看着眼熟，就是发现燕窝的那座岛附近。酒井雄大老远来福家村，绝不只是为了普通水产。这片海底，肯定还有别的秘密。妈妈，你看我画的画。阿婉，咱们下午出海转转吧，散散心。好，正好带玲玲去看看海。妈妈，我们要去哪儿？去一个好玩的地方。妈妈，你看，好多螃蟹。今晚有口福了。这片海还有太多我不知道的秘密。外国考察团要是敢打歪主意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得逞。阿婉，县里来通知了，文物局的专家今天过来，说要跟进之前假银元的事，还说有新发现要跟你核实。人家是市里来的领导，你去配合一下。行，我这就过去。正好我也有疑问想问问专家。福万同志，这次来是有重要发现要跟你通报。我们对比了这批假银元的铸造标记，确认它和抗战时期一艘日军运输船的货物标记完全吻合。这艘船1945年在附近海域失踪，船上除了贾大洋，据说还装了大量从中国掠夺的文物。这么多年一直没找到沉船位置，没想到被你先发现了银元。我们初步判断，沉船就在你发现银元的那片海域附近，这是重要的历史证物，绝对不能流失境外。和父亲的笔记对上了，我明白了。专家放心，这片海是我们中国的，里面的东西也是我们国家的。谁想打歪主意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怎么样？跟我笔记里记的那艘船对上了？就是它。爹，你当年是不是见过这艘船？我年轻时候出海远远见过一次，船沉的时候浓烟滚滚，老一辈都说船上装的是国难财，碰不得。没想到几十年过去，还有人惦记着。我们对比了馆藏档案和日方公开的战时运输记录，基本可以确认，这批假大洋属于日军英计划的一部分，目的是扰乱民国金融。运输船吉野王1945年在这片海域失踪，船上除了假币，还有大量劫掠的文物。这艘船的具体沉没位置至今是谜。你发现银元的海域是目前最接近的线索点。专家的意思是沉船就在附近，可能性极大。更要警惕的是，日方近些年一直有人以水产考察、寻亲为名在沿海活动，目标很可能就是这艘船。我年轻时远远见过一次这艘船沉海，浓烟裹着火光，船上挂的就是带樱花标的旗子。老一辈都说这船装的是国难财，碰不得。傅大叔，您要是能回忆起大致方位，对我们太重要了。年纪大了，记不太准，但我可以跟我闺女一起
帮你们慢慢找。这片海里的东西，绝不能落到外人手里。阿婉啊，刚接到电话，说有个樱花国水产考察团下周要来咱们镇，点名要去你发现银元的那片海域考察，说是合作搞海水养殖。带队的社长叫酒井雄，来头不小。来得这么快，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酒井，当年那艘船的船长就姓酒井。你放心，他们想光明正大考察可以，想搞鬼，门儿都没有。外国人来咱们这儿干啥？好好的家里日子刚安稳，又要出幺蛾子。怕啥？这是咱们中国的海，他们还能明抢不成？敢来我一鱼叉插下去！明抢不会，但暗地里搞小动作少不了。他们有设备，有资金，明着是投资，暗里捞东西。等我们发现，早就跑了。爹，你把当年沉船的大致方位跟我说说，咱们先下手为强，找到沉船位置上报国家，他们就没辙了。我当年记了个大概坐标，就在燕窝岛东北方向30里。那片水下有暗礁群，水流乱得很，船很可能撞礁沉了。明天我就下海去探，这事儿不能声张，越少人知道越好。我跟你去，多个人多个照应。我腿好利索了，能帮忙。哥，你腿刚好，别折腾。我跟海龟一起去，他比人熟海底，也不会走漏风声。傅安，阿婉，咱们这是去哪儿？最近临海渔获不多啊，跑这么远，油钱都赚不回来。去远点的地方，找个东西。记住，今天的事儿，对谁都别说，连你爹娘都不能说。你放心，我嘴严，你说干啥就干啥，绝不多问。酒井社长，欢迎欢迎，一路辛苦。我是县里做水产生意的薛庆，麻烦薛老板了。贵国的海域资源丰富，我们很期待能达成合作。这就是樱花国人，看着文质彬彬的。啥合作？我看就是想来捞好处。你就是福婉，酒井社长听说你熟悉这片海域，想请你当向导，带考察船出海转转，工资好说，一天给你50块。不好意思，我最近忙，没空。福婉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能给酒井社长做事是你的荣幸。荣幸不荣幸的，我们不稀罕，我们就是普通渔民，不懂这些。福婉小姐，久仰大名，听说你水性极好，还发现了海底银元，我非常敬佩。只是想请你带我们看看近海养殖环境，没有别的意思。海域情况复杂，暗礁多，你们的大船容易出事。真要考察，找渔政局的人更专业。我们计划在这里投资建大型海水养殖场，引进樱花国先进技术，带动当地就业，还可以高价收购村民的渔获，包销包运。好事啊！这可是大项目，能带动咱们镇经济腾飞。酒井社长说的这片海，水深流急，暗礁密布，根本不适合建养殖场。真要是诚心合作，应该选南边的浅滩。福小姐对海域果然熟悉，那依你看，哪里合适？这人绝对不对劲，他看地图的时候，眼神总往沉船那片飘。我也看出来了，他根本不是来搞养殖的，就是奔着沉船来的。咱们得加快速度，先找到沉船位置上报。事情都跟你说了吧，帮酒井社长打探沉船消息，再想办法把福丸引开。事成之后，
给你2000块。2000，真的？可是福婉他精得很，我怕什么？有我给你撑腰。你只要盯着他的动向，随时汇报就行。等拿到沉船里的宝贝，好处少不了你的。福婉妹子，昨天是我说话不好听，给你赔个不是。有事说事，东西拿走，我们家不缺。婶子，我今天来是跟福婉谈正事的。酒井社长说了，只要他肯合作，当向导带个路，除了工资，还额外给他一笔辛苦费，5000块。5000块，好大的手笔，就只是带个路。实话说吧，酒井社长祖上有艘船沉在这片海，想找回来钱回老家安葬，是死事儿，你就当行个方便，钱一分不少你的。真有这么好的事儿？你们不会是想捞什么违法的东西吧？哪能啊，就是私人遗物，你放心，绝对没风险。那进屋说吧。行，我可以考虑，但你们得跟我说实话，船里到底装的什么？别到时候出事了让我背锅。嗨，不就是些旧文物和银元吗？都是人家祖上的东西，捞上来人家自己带走，跟咱们没关系。你只要带我们找到地方，钱当场结清，怎么样？这买卖稳赚不赔吧？稳赚不赔，薛老板，你刚才说的话可都录下来了。你信我？私通境外势力，图谋打捞国家文物，你说这话要是送到公安那里，你生意还做得下去吗？要么你现在自己滚，以后少来招惹我；要么我现在就请公安来听录音，咱们算算这笔账。你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！500块，顶得上大半年收入了。可是深海危险啊，以前都不让去那边的。危险怕啥？富贵险中求，我肯定报名。对呀。大家安静，这次比赛是县水产站和外资企业联合举办的，安全有保障。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深海暗礁多，洋流乱，没经验的别瞎凑热闹。阿婉爹，村里要搞一个什么深海捕捞大赛。深海区刚好是沉船那片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肯定是薛庆和酒井雄的鬼主意，借着比赛的名义，让村民帮他们找沉船，真够阴险的。那咋办？不能让乡亲们白白给他们当枪使啊！深海那么危险，出事了怎么办？比赛拦不住，但咱们可以提醒大家。另外，我也报名参赛，他们想借比赛找沉船，我就偏让他们找不着。各位叔伯兄弟，深海区洋流乱，暗礁多，还有毒鱼毒水母，真的很危险。大家要是参赛，千万别往太深的地方去，捞点普通鱼就行，别为了奖金拿命赌。阿婉说的对，那片海邪性的很，以前出过事儿。怕啥？有奖金呢。该说的说到了，剩下的只能他们自己多留意了。谁在那儿？站住！这杀千刀的不得好死，一箱子鱼苗值好几百块呀！肯定是薛庆他们干的，报复咱们不配合，太阴险了。他们越急，
说明越想找到沉船。既然他们想玩，我就陪他们玩到底。你有主意了？他们不是想找沉船吗？我就给他们指个好地方，让他们好好找。这里地形复杂，水下全是乱石堆，看着像沉船遗迹，探测仪扫过去，数据也会乱。我故意在比赛时往这边去，再不小心泄露点消息，引他们过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主意，让他们白忙活一场，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女人就是藏不住事儿，一参赛就露馅了。跟紧他，他肯定知道沉船在哪儿。阿婉，他们真过来了，还在那儿不停探测呢。等着看好戏吧。就是这里，下面肯定有东西，信号这么强。社长英明，等比赛结束，咱们连夜过来捞，大功告成就在眼前。是沈东升，他果然跟那帮人勾结了，在这儿给他们当眼线呢。阿婉，我看见沈东升了，他果然和那些人搞到一起了。意料之中，他自己找死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等收网的时候，连他一起算进去，新账旧账一起算。谁派你们来的？少废话，给你个教训，少管闲事，不然下次打断你的腿。白医生，你傻不傻呀？干嘛替我挡？总不能看着你受伤，你要是出事了，玲玲怎么办？别担心，不疼。是不是薛庆那边的人干的？他们急了，开始下黑手了。那你更要小心，实在不行我报警，不能由着他们胡来。不用，他们蹦跶不了几天了，我已经布好局了，等他们自己钻进来，到时候一网打尽。不就是些旧文物和银元吗？都是人家祖上的东西，捞上来人家自己带走，跟咱们没关系。你只要带我们找到地方，钱当场结清。太嚣张了，公然勾结境外势力盗捞国家文物，还敢行凶伤人，必须严惩。福安同志，感谢你提供的线索，你有什么计划，我们全力配合。他们已经被我引到了假沉船点，估计今晚就会动手打捞。我们可以提前布控，在打捞船周围埋伏，来个日赃并获，他们跑不掉的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今晚我们海警渔政联合行动，一举端掉他们，绝不能让国家文物流失。所长，这下稳了，等捞上文物，咱们连夜运出去。
快点作业，天亮之前必须离开。怎么回事？下面只有石头，没有沉船。不可能啊！福婉明明一直在这附近转。船上的人听着，你们涉嫌非法打捞国家文物，立即停船接受检查。我们是合法水产考察，你们凭什么抓我们？合法考察，深更半夜带打捞设备，把你们的打捞日志、潜水录像拿出来看看。这是误会，你们不能抓我。误会。薛老板，你上次在我家说的话，录音还在呢，要不要我再放给大家听听？这下面只有乱石，根本没有沉船。你故意的！我说过，这片海是中国的，你们想在这里捞东西，问过我们同意了吗？福婉同志，这次多亏了你，不仅揪出了盗捞团伙，还保住了国家文物，你可是立了大功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对了，真正的沉船位置我大概知道在哪儿，等忙完这阵，我带你们去确认。真的，太好了，你可真是咱们的海上卫士。敢来咱们这儿偷东西，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，活该！偷到家门口来了，真是找死！还是阿婉厉害，把这帮老外耍得团团转，有勇有谋，给咱们镇上的人长脸了。我就说那考察团不对劲，好好的养殖不去浅滩，总往深海钻，果然没安好心，亏得有阿婉盯着，不然真让他们把东西捞走了。听说还有沈东升，真是自甘堕落，帮外人坑自己人。以前就不是个东西，现在连脸都不要了。这种人就该牢底坐穿。妈妈，大家都说你是英雄，你太厉害了！你看我画的你，拿着鱼叉站在船上。妈妈不是英雄，妈妈只是保护自己的家而已。以后玲玲长大了，也会守护自己想守护的人。可吓死娘了！昨晚一宿没合眼，就怕你出事。以后可不许这冒险了，有什么事儿跟你爹商量着来。知道了，娘，以后不会了。都结束了，沈家也好，外国人也好，都翻篇了。被告人薛庆犯行贿罪、盗掘文物罪、非法经营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剥夺政治权利3年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被告人酒井雄及外籍团伙成员非法打捞文物罪、妨害国境管理罪，依法判处驱逐出境，终生不得入境，涉案财物全部没收。被告人沈东升犯参与盗掘文物罪、故意毁坏财物罪、寻衅滋事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被告人沈国良犯拐卖儿童罪、滥用职权罪、受贿罪，数罪并罚，判处无期徒刑，
剥夺政治权利终身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都结束了。都结束了。阿婉，之前我说的话，我是认真的。我想和你在一起，照顾你和玲玲，也陪着你一起把日子过好。你不用急着答复我，我可以等。不用等了，我答应你。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，找了几十年啊！这是重大的考古发现，更是日军侵华掠夺文物的铁证。你们看那边，船身的编号和档案里的吉野万完全对得上。报告，船舱里发现了当年铸造贾大洋的金属模具，还有大量未铸造完成的银元坯，标记和之前发现的银元完全吻合。船体保存相对完好，还有大量未开封的货箱，太好了！前世只听老辈人说过这艘国难船，这辈子亲眼见证它重见天日，总算能给那段历史一个交代。福婉同志不仅勤劳肯干，带头搞渔业互助组，带领村民致富，还心怀大义，主动举报境外盗捞团伙，亲自带路寻找沉船，为保护国家文物立下大功。他有勇有谋，深明大义，是全县人民学习的榜样。谢谢领导肯定，我只是做了每个中国人都会做的事。这片海养我长大，我爹、我爷爷辈都守着这片海过日子，保护它，守着它，是应该的。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大家的。福婉同志，县里研究过了，针对你牵头的渔业互助组，我们批了专项扶持政策，还有一笔低息创业贷款，用来支持你们建设标准化海水养殖基地。技术上，我们也会派专家指导。真的，谢谢领导，太感谢了。这是你们应得的，好好干，把福家村的海产招牌打出去，带动更多村民致富，也给咱们县的水产行业做个榜样。小白，以后常来家里吃饭。阿婉性子要强，脾气倔，以后你多担待。叔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对阿婉和玲玲。她性子强是好事儿，我佩服她。小白叔叔，以后你就是我爸爸了吗？以后我跟你妈妈一起保护你。这边地势高，涨潮不会淹，土壤也结实，适合建育苗室和仓库。那边引海水方便，水流平缓，改成养殖池最合适。水循环系统我帮你设计，分层过滤，既能减少病害，又能节约海水，降低成本。还是你们读书人懂行，比我们老法子科学多了。以前全靠瞎摸索。我说你们俩能不能别光顾着说话，先喝点水。太阳这么大，也不怕晒。小白手艺这么好，比阿婉强多了。阿婉做鱼要么淡了，要么咸了。我做的也不难吃啊。你负责赚钱养家，我负责做饭也行，分工搭配，干活不累。这种狮子鱼背上的刺有毒，
扎到了要立刻用40度以上的热水冲，严重的必须去医院。还有这种织纹螺有神经性毒素，哪怕高温煮也没用，绝对不能卖也不能吃。白医生懂得真多，以前哪知道这些？以前有人吃螺中毒，还以为是闹肚子。可不是嘛，阿婉找的对象不光人好，还本事大，真是捡到宝了。这才是真的般配，比那个沈东升强100倍都不止。养殖池的图纸我改好了，放你桌上了。有不懂的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骑车过来也快。你天天往这边跑，医院那边不忙吗？别耽误你工作。我调了班，值完夜班就过来，不累，能帮上你就好。等基地建好了，我就跟医院申请调去镇卫生院工作，这样就能天天陪着你和玲玲了，也能帮着管养殖的病害防治。不用特意迁就我，你工作重要。不是迁就，是我自己想每天都能看见你。福家村的货也没比别家好多少，凭什么卖贵2毛？我看啊，5毛1斤我都嫌贵。你胡说！我们的鱼都是当天现捞的，活蹦乱跳，新鲜的很。你这是故意压价。新鲜能当饭吃，人家李家的货比你们便宜，我凭啥买你的？做生意嘛，当然选便宜的。刘老板，价格我们可以谈，但品质我们绝不降价。这样，你先拿2箱回去试卖，卖得好咱们再合作，卖不好损耗算我的，原价。哦，你这么有信心？行，我就拿2箱试试。要是不好卖，以后可别来找我了。这鱼真新鲜，比之前的好吃多了，肉嫩得很，孩子爱吃。给我称2条，晚上给孩子炖汤。以后我就买你家的了。阿婉，还是你厉害，不吵不闹就把订单拿下来了，我算是服了。做生意靠的是品质，不是嘴皮子。咱们把品质做好，招牌自然就打出去了。以前想都不敢想，咱们村儿能家家住砖房，搁10年前连顿饱饭都吃不上。都是托阿婉的福，跟着互助组干，日子越来越有奔头，干活都有劲儿。好好干，年底家家都能住新房，咱们村儿也能扬眉吐气。妈妈，我们的新家会有我的房间吗？要带阳台的那种。当然有，给你留一间最大的，带阳台，能看见海，还给你放书桌和书架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小白叔叔会来住吗？你想让他来吗？想。小白叔叔会讲故事，还会做好吃的，比妈妈做的好吃。您是福家村的吧？最近你们村的海货可有名了，我妈总让我买你们家的虾。都是我妹牵头搞的，我就是打下手。你妹妹真厉害，我吃过你们家的对虾，特别鲜，肉质紧实。哥，眼光不错啊，人长得秀气，性子也看着好。别瞎说，就是普通朋友，人家就是客气。普通朋友，我看人家对你可不普通，主动跟你聊半天。那姑娘多大了？家里啥情况？人好不好？有没有对象？娘，你别问了，人家就是个供销社售货员。售货员怎么了？正经工作，人看着也本分。改天请人家来家里吃饭，娘给做好吃的。娘说的对，哥，主动点儿。人家姑娘不错，别错过了。这都办啥午了，没几个人正经买，不会第一天就冷场吧？急什么？做生意靠的是回头客，不是一锤子买卖。咱们货真价实，慢慢就有人来了。我带同事们来照顾生意，你们家海货新鲜，我们早想囤点了。这虾个头真大，还活蹦乱跳的，比菜市场的强多了。给我称2斤鲜虾，再来半斤干贝。听说你们家的干贝都是淡晒的，不齁咸。
福老板，你们村的石斑我试过，肉质好，以后我店里长期要，每天10条石斑，20斤对虾，能供得上吗？能。每天早上6点给您送过去，新鲜现捞，晚1分钟算我赔。这么多，阿婉，算上张老板的定金，今天卖了800多，比预想的好太多了，真是开门大吉啊！这只是开始，等下个月养殖池出虾，货源更稳，咱们就去县里开分店，做包装，打品牌，不能总守着这一间小店。你懂得真多，我以前想都不敢想能开店铺。别光佩服我，林月今天带同事来捧场，你不打算谢谢人家？就是普通朋友，谢什么谢？这家店只是第一步，福家村的海产迟早要走出这个小镇。阿婉、大伯，你们快看那边，好多鱼跃出来！是月亮鱼，这可是稀罕货。我年轻时候跟你爷爷跑远海，只见过1次，肉质嫩得很，城里大酒店抢着要，价比石斑还贵。咱们别贪多，捞10几条就行。大网眼下网，小鱼和鱼苗全放回去。以后摸清了习性，咱们可以试人工养殖。这要是养成了，利润比石斑高2成。我来下网，保证只捞大的。13条大的，小的都从网眼露出去了，1条没伤着。以前咱们出海就为了填饱肚子，能换2斤米、半斤油就知足了。遇着风暴能平安回来就算赚了。现在倒好，都开始琢磨搞养殖、开店铺、做品牌了，真是做梦都想不到。日子总会越来越好的，爹。以后咱们不仅要打鱼，还要养出咱们自己的海产品牌。让全国都知道福家村的海货，还要让村里人都富起来，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拿命换饭吃。好，爹陪着你，咱们一起干。爹这辈子走南闯北没佩服过谁，就服我闺女，有本事心还正。是鲸鱼，抹香鲸！我的天，好大一群，得有10几头吧。抹香鲸出没的地方，大概率有龙涎香，那可是名贵药材，价比黄金，入药制香都用得上。你疯了！这么大的鲸鱼，万一被撞一下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没事，抹香鲸不主动伤人，我就在附近礁石缝找找，不靠太近。你在船上盯着，有事喊我。我终于要回家了。
真的是龙涎香，大的有拳头大，得凝结几十年了。龙涎香凝结不易，是大海的馈赠，不能赶尽杀绝。是上品，灰中带白，香气醇厚不腥，这品相几十年难遇，这东西稀有的很，真能卖上黄金价。你就采了这点儿。大块的都留着了，不能把福气一次用光。大海的馈赠也有定数，而且这东西不能私下乱卖，得走正规渠道，交给药材公司或者相关部门才稳妥。你说的对，咱们靠海吃饭，就得懂得留余地，不能贪多。你年纪轻轻能有这份心性，爹就彻底放心了。以后不管生意做多大，都不能忘了本分。极品龙涎香，品相这么好的，我坐堂几十年，总共就见过2回。小姑娘，你打算出手？只卖这几块小的，剩下的大块我自己留着，以后有用。你们几个过来开开眼，这才是正经的龙涎香，市面上那些大多是合成的，比不了。行，我们按市场价收，一共12000，不压你的价，这品相值这个数。行，听您的。12000，就这么几块小小的东西，这也太值钱了，顶咱们跑好几个月海了。这是名贵药材，很稀有，可遇不可求。这笔钱刚好分2份，一份投进养殖基地升级水循环设备，一份给村里修码头时间，防滑的那种，老人孩子上下船也安全。你都安排好了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有打算，一点都不惦记自己留着。这笔意外之财还是要花在大家身上，村子好，大家好，日子才能真的长久红火。以前这码头破破烂烂，涨潮就淹，大船靠不了岸，出货全靠小舢舫倒腾。现在修好了，10吨的大船都能停，出货进货都方便。都是阿婉想着大家，赚了钱也不忘村里，还给咱们修码头。这样的带头人，我们服气。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。码头修好了，咱们生意只会越来越好，大家的日子也会越来越红火。小白，你确定要调去镇卫生院？县里条件好得多，设备全，进修机会也多，你去了镇上可惜了。我本来还想培养你接我的班儿。确定了，我对象在镇上搞水产养殖，我想离他近点，也能多照顾家里。而且那边水产养殖发展快，渔民多，也需要懂海洋生物医学的人，我去了正好发挥作用。行吧，人各有志。那边李院长跟我打了好几次招呼了，巴不得你过去。记住，到了基层也别丢了手艺，好好干。以后就能天天陪在他身边了，不用再值完夜班连夜骑车赶过去，不用再隔着几十里地担心他出海安危。福婉同志，正式聘请你为我县海域兼职顾问，参与近海资源保护、养殖规划和海上执法协助。以后有外贸水产订单，我们也优先对接你们互助组。谢谢领导信任，我一定好好干，不辜负大家的期望。正好有个事儿，东南亚来了批外贸订单，点名要咱们本地的青石斑和东方对虾，量不小。你那互助组产能跟得上吗？没问题，新养殖池下个月就能投用，产能翻1倍，年底前肯定能交货，品质您放心，达不到标准我1分钱不要。哈哈哈哈哈！有你在，我就放心了。
我调去镇卫生院了，调令今天刚下来，以后天天都能回来。真的啊？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，一点风声都没漏？想给你个惊喜，以后养殖基地的防疫、村民的小病小痛，我都能管了，也能天天陪着你和玲玲。哎呀，这可太好了！以后天天在家吃饭，婶儿给你做爱吃的清蒸鱼。小白叔叔以后天天能给我讲故事了吗？能，天天讲。这批苗品质不错，没有寄生虫，菌群也正常，成活率能到90%以上，再过3天就能分池了。太好了，等这批养成了，咱们就能扩大规模，正好赶着上年底的外贸订单。分池的时候要注意什么？我怕工人操作不当伤了苗。分池前停食1天，避免应激反应。2个池的水温差不能超过2度，盐度也要一致。分完后泼点维生素，增强体质。我跟沈建国商量了，下个月办个互助组周年庆，顺便给阿婉温居。新家也快盖好了，双喜临门，得热闹热闹。好啊，到时候把亲戚朋友都请来，还有帮过咱们的乡亲们都请来吃席，多做几个硬菜，别小气。好耶！要住新房子喽，还要吃大席。林月说那天也来。真的啊？那可得好好准备。我提前2天就忙活，多做几个拿手菜，让姑娘尝尝咱的手艺。娘，就是普通朋友，你别大惊小怪的。都是一家人，以前是我们不对，猪油蒙了心。你们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现在想起是一家人了，当初帮外人坑自己村的时候怎么不想着？偷柴油的时候怎么不想着？就是，还有脸来？当初闹得那么难看，现在见人家日子好了就来贴，脸皮真厚。互助组有互助组的规矩，当初你们吃里扒外，就该想到今天。村里的好处，你们一分都别想沾。赶紧走吧，别在这儿碍眼。福婉，你别太绝情，都是一个祖宗的。绝情？当初你们帮沈东升抢孩子，帮外国人递消息的时候，怎么不说绝情？赶紧走，再闹我就叫沈建国了。我的房间好大，还有阳台，能看到海，太好了！喜欢吗？喜欢，超级喜欢。真好，真好。你俩什么时候办喜事啊？等他点头。我提议敬阿婉一杯，敬咱们互助组，以后日子越过越红火。以后年年都陪你看海，看着村子越来越好，看着咱们的日子越来越好。这片海域水质好，洋流稳定，最适合建深水网箱。等这边建起来，咱们的养殖规模能翻3倍，外贸订单也能接更多。
我回去就做水质检测方案和病害防治方案，保证万无一失。海豚，好漂亮的海豚，它们在跟我们打招呼。白海豚是海的精灵，它们跟着咱们是好兆头，咱们守着这片海，好好过日子，错不了。这片海养育了我，也给了我新生。往后的日子，我要守着这片海，守着我的家人，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，带着全村人一起致富。我们的路还长着呢。